嘿，大家伙早喽！5月17号星期三了，第3个训练日，今天轻松跑了。我现在在新斋桥，还有这个叫千日前商店街附近对。大阪这个城市，它是和很多日本城市不太一样，相对的奔放一些，尤其是这种清晨，在通宵能娱乐的这些街区周围，也都是跟三里屯一样刚玩完的人们。哪儿的年轻人其实都差不多，有时候看着他们觉得，哎，年轻真的是可能性太多了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昨天说的体重，有小伙伴就在评论区说，那体重和马拉松成绩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这种科学的文章多了很多哈，比方说1公斤2分钟，好像是对吧？我说说我自己，因为我跑了这么多场马拉松，然后我又很认真的记录和控制体重，就说说我自己亲身的感受。你们看，都是玩了一宿的。那天大阪马拉松，我的第一个拍摄的点就在马路对过，是从那边跑过来，然后到我刚才拐弯那儿，他们左转。来玩过的应该都来过这附近，还有好多游客拎着箱子的，不知道是刚来的还是要走的。天暖和了以后，凌晨热闹多了。行，那一会儿换个视角聊啊，这儿人太多了。看这个伊兰拉面，你们看这个 Cross Hotel 是我今生第一次来日本，2015年的时候，首站就是大阪，就住在这儿。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，因为门是红的。行，一会儿聊啊。先跟大家说几个数据啊。我现在马拉松的最好成绩2小时44那场，比赛的时候早上起来的体重，吃饭之前是111斤。东京马拉松的时候是114斤。波士顿的时候差不多是114斤、115斤左右。这几场比赛其实都是不是在准备的最好的那个点上。比方说2小时44那场，那一场其实我认真准备的是那一年3月份的徐州，但是没去。之后呢，又认真想跑5月份的兰州，之后就是不对，是6月初的兰州。所以呢，就报了5月份的这场副中心的马拉松，想的是以赛代练，所以当时没有认真的准备，在一个多苦期，或者在一个上升期吧。在那之前，4月份的北京半程马拉松跑了1小时17，那个时候是109斤。东京呢，这次就没有准备，几乎，所以体重没有控制。波士顿呢也是，当时想的都是要顺利的安全完赛。东京为了拍摄嘛，我准备的最好的一场是那年后来取消了的北京马拉松。那时候赛前知道取消消息的时候是106斤，而且状态就身体的体能状态还行，只是精神状态差一些。
就是如果你想在马拉松上冲击你自己的天花板，精神状态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任何的控制体重都会造成情绪的波动。你说专业运动员还好，毕竟指着这个生存。普通人有时候你就想图什么呀，对吧？就会更加的情绪波动。但是通过这一场比赛，我能感觉到，像我111斤左右的比赛，就会轻松不少。像这次的东京和波士顿，其实觉得沉。人们说1公斤2分钟，那其实是对很专业的运动员。对普通人的话，看您的基数。如果您基数本来就大，可能无所谓。像我这种本来已经做到很相对极限了，差一点感觉挺明显的。因为我差2斤就将近差2%，可是200斤的人差2斤，差1%，对不对？所以体重轻对马拉松有帮助吗？有帮助。对普通人有帮助吗？如果您达到我这个程度，那很有帮助。如果您在3个小时以外，或者这么说，微小的几斤帮助不大。你们看元大都的马老师，我老说的，那年老碰见一段时间，他其实胖了一些，说工作压力大，忙。然后这次我看他发的比赛的照片，瘦了好多，很多小伙伴都是，包括你们观察吉普乔格这几场比赛，就最近这次波士顿，我觉得他的状态是不好的，他可能是被团队啊，或者是被各种的东西所捆绑吧，就是他做了比赛的决定，其实是很早之前的，那没有办法。你们会发现他稍微胖一些这一次，但是你们看他创造特别好成绩那几场比赛，都是很精瘦。有的时候体重这事儿不是说你下狠心就能控制住的，也要看各种训练的状态。有的时候是正向的上升，有的时候是缓慢的下降，就螺旋上升吧。至于我为什么说的是比赛当天早晨的体重呢？是这样，其实我不太建议小伙伴们比赛前最后那3天去称体重，因为肯定是反弹的。好多运动员们，教练就强制最后几天不能称体重，怕影响心理。因为最后几天你要多吃。基本上你们看我比赛早上起来能够到110多斤，假设114斤，那我比赛前应该在日常控制到111斤到112斤最多。因为不光是要吃，你赛前的前2天还要多喝水，啊，身体是一个水河的状态，吃跟喝加起来至少要2斤，在你身体里增加的东西，这还是在你顺利排空的前提下。所以那年北京马拉松如果举办，我应该是109斤上赛场，也许就2小时40了。因为那时候还年轻3岁2岁，然后状态也练得好。赛前的一个月的30公里测试，3分43的配速，而且不是很艰难的完成，一切都是按照2小时40去走的。但是这种事儿就是马拉松比赛过程很残酷。马拉松本身也很残酷，因为你试错的成本太高了。专业运动员1年最多3场比赛就很了不起了，一般就是2场，有的就1场。普通人
1年3场也很极限了。如果想碰自己的天花板，这都是以年为单位的。而且那天跟大家算账，算秋季赛季之前的时间，从6月1号算，也就是4个月左右。4个月对马拉松的训练来说，就是一个最短的普通周期。你看，我这1个月的有氧，现在已经半个多月了，都还没有感受到什么变化呢，真的没办法。5月17号星期三清晨6点55训练结束，今天第3个训练日，15公里，还是匀速跑，平均配速4分47，心率140，功率201。看看步频啊，步频197。今天穿的是这双 Alpha Fly， 我一般跑15公里左右的时候就穿上它适应，还是会稍微有一些磨，但是好很多了。但是应该不会再买第2双 Alpha Fly 第2代了，到时候看看第3代有没有巨大的变化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亚洲人适合 Vaporfly。想总结一下体重，刚才没电了，就是如果您的目标就是马拉松触碰到您的天花板，全程马拉松啊，那么给大家一个参考，亚洲人像1.7米的身高，我现在1.69米，参考大多数运动员还有业余精英，基本上您的体重要在110斤以下，理想的是在108斤。像非洲运动员基本上这个身高在114斤左右，这是全程马拉松要触碰自己的天花板，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，必须要做到。如果您就想健康呢，比方说我就追求那种像铁人3项的运动员那样，就看上去特别的有活力，特别的擅长运动那种，就不像我现在这种像马拉松运动员，其实你跑到最后看起来就这个样子。你要看起来饱满一些呢，向上浮动10斤到8斤的样子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呢，看起来会比较的精神，比较的饱满，然后体态会更好一些。但是您付出的代价就是您可能会距离您天花板的成绩大概有8到10分钟左右的差距，就看您想不想要了。但是想要的话，其实挺难的，行吧？那体重这事儿咱们就聊这么多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加油干！明天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回评论，回弹幕，所以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就评论弹幕，咱们聊起来。感谢大家，加油干！咱们明儿见。